F14熊猫，火力军的童年噩梦。在年少轻狂的时候，火力军买了拼装版的 F14模型，直接给年幼的火力军上了一课。简单概括就是硬到咬断牙齿的一体件，拧到发昏的螺丝。4代机的外挂导弹和复杂的接缝处理起来太难了。F14又是变后掠翼，难度进一步提高。不过虽然过程难熬，但是拼完之后的成就感也很爽。如果重新选择的话，火力军还是会选择手拼。而作为一个纯粹的猫粉，看到各大论坛上 diss 熊猫的言语，什么雷达不行，发动机太差，维护难度太高，火力军心里是很不爽的。在当时那个年代， F14 性能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老大。世界上 99% 的飞机退役原因是性能跟不上时代，而 F14 却以强亡。那些小黑子认为的缺陷，只是美军为了追求专用性能而做出的取舍。就火力军而言，那些因为 F14 退役就说熊猫不行，变后掠翼不行的，纯粹就是胡说。F14 退役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它不行，而是太强了，没有对手。如果苏联没有粮，美国海军现在用的舰载机应该是 NATF， 也就是 AFX653， 一款隐身变后掠翼战机。与之相比，现在的超级大黄蜂根本排不上号。空优舰载机要求飞行包线两端的性能，可变后掠翼就是最佳解决方案。就比如 F22 没办法在太平洋上天天陪航程上万的轰炸机玩，也不如变后掠翼那样，同时完全适应航母起降和远程截击。如果以现在的技术对熊猫这种变后掠翼战机进行升级，超巡绝对可以达到2马赫以上。当然，火力军不管怎么说，总有人认为 F14 被超级大黄蜂取代，性能就是不行。那我们就靠事实说话，火力军非要杀杀那些小黑子的气焰。那些小黑子喷的点无非是雷达、导弹、发动机以及构型。比如 F14 的 AWG9 很垃圾，表示 AWG9 的出身不太好。这玩意儿是美军为 F11B 准备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早期的技术，属于模拟体制的战机 PD 雷达。后来 F11B 项目取消， AWG9 才成为 F14 的核心传感器，并且认为 F15 的 APG63 领先了 AWG9 整整一代。还有消息称 AIM-54 不死鸟导弹也是之前计划的阉割遗留产物，主要利用小推力长燃烧，尽量让导弹在高空加速，从而实现超远射程的效果，不适合用于战机在中低空中近距离的对抗。 TF30 这种具备先天缺陷的发动机也没逃过小黑子的眼睛，认为这种民改军发动机不适应战机经常要做的各种大攻角，还经常发生故障，直接导致 F14 在空战时很容易出现船震甚至熄火，维护保养也很困难。至于变后掠翼，黑的点就更经典了，其赋予 F14 战斗极限机动状态下的操控能力，又可以满足美军远程拦截以及航母起降的需求，但问题很明显，维护太过困难。在那些小黑子看来， F14 就是一个各方妥协的产物，直接就是服役就落后，老旧的体制也不利于升级，完全比不上 F15、F16 与 FA18 这种先天就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战机。瞅瞅，小黑子还真是专业的，说的内容不算错，只是不全面而已。火力军承认 AWG9 的出身不好，但英雄不问出处。美国决定将 AWG9 塞进熊猫机体的时候，已经对其进行升级。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电子元件以及封装技术新成果，集成度很高，整个系统的体积与重量由 F11B 原来的 1.3 立方米907公斤改为 0.85 立方米和612公斤，天线换上了910毫米直径的平板裂缝天线，低噪声放大器的高放和中放换了固态放大器，而不是老式的电子管式放大器，提高了 AWG9 的探测威力。不死鸟导弹不适合打飞机，的确是这样，但问题在于 F14 本来就不是空优战机，它的设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苏联的超音速轰炸机打击美国航母之前将其摧毁，主要作用就是远程拦截。如果论拦截能力， F14 的 AWG9 雷达可以搜索320公里内的大型轰炸机以及210公里内的小型战机，再搭配专属武器不死鸟导弹，可以击落100公里外的目标。而 F15 呢，很明显不具备这种能力。发动机那就更好解释了，在 F11和 A7 上应用良好的 TF30， 在 F14 上的表现的确很烂。所有 F14A 坠机事故中有 28% 是发动机导致的。如果飞行员大力推动油门杆，
很容易在大仰角下让 TF30 发生压气机失速或喘震，导致燃气温度快速升高，发动机转速下降，甚至造成发动机停车。结果就是 F14A 因推力不平衡失控，陷入严重的偏航震荡，并进入无法改出的水平尾旋。阿汤哥出演的《壮志凌云》也再现了这一幕。不过有问题就改呗，这有什么难的？ F14B 和 F14D 换装了 F100GE400， 无论是最大推力、均推还是可靠性，都比 TF30 更强。至于可变后掠翼维护难度高，这不是问题。维护难度看的是设计细节，不是气动构型。F14D 在经过一系列改进后，每小时的维护工时甚至略低于同期的大黄蜂。至于超级大黄蜂取代 F14， 火力军都想骂人，这就是性能倒退。从服役时间来看，超级大黄蜂比 F14 晚了几十年。如果预算充足，美军搓一个 F14D 的升级版，无论是空优还是对地，都比超级大黄蜂做得更好。在雷达方面， F14 既能装下 AWG9， 也就意味着可以在同一个位置装一个新雷达，兼容不死鸟与 AM120 的那种。改善发电和散热条件后，上大直径相控阵雷达也不是不行。实际上 F14D 用的就是 APG71， 用 APG70 的技术改进的新雷达。而且能挂载不死鸟的挂点，也就意味着如果使用错开弹翼的并联挂架，可以挂载2枚 AM120， 即使每个机腹挂点只带1枚空空导弹，翼下使用并联挂架，结果就是一架带着8枚中程空空导弹与2枚近程空空导弹，速度还能达到 1.5 马赫的战机，这不能打空战吗？超级大黄蜂这东西5中2进的配置恐怕都飞不到 1.3 马赫。至于多用途能力， F14 也完全没有问题，即使是 AM54A， 重量也接近450公斤。理论上来说， F14 能挂载6枚不死鸟，就能挂载6枚450公斤的制导炸弹。更重一点，空射板鱼叉也不是不能挂，只要升级航电可以兼容以上弹药就行。更重要的是 F14 的外挂上限有6吨多，如果升级版加强重载挂载的挂载能力，甚至可以挂载6枚900公斤的炸弹，这相当于 F15E 执行对地打击任务时的挂载能力。理论上来说，超级大黄蜂的对面打击能力不会比升级后的 F14 更强。威力拼不过就算了，跑也跑不过，不需要升级， F14 都吊打超级大黄蜂。2003年阿富汗战争期间执行同样的任务， F14D 不需要空中加油，而超级大黄蜂需要加油2次。从表面上看，超级大黄蜂的价格更便宜，但实际真打起来反而是 F14 更省钱，2次空中加油需要的后勤支援费用非常高。即使不对 F14 进行升级，以 F14 诞生的时间来看，它也是绝对的王者，无论是外观还是性能都是如此。在外观上， F14 是美军最具机械感的机型。性能方面，在当时的那个电子工业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代，美军在里面塞了很多东西。单就颜值来看，在美军20世纪70年代的战机中， F14 绝对是最好看的那个。在火力军眼底，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卡颜局，颜值就是正义，丑的战机不一定好用，苏俄战机完美的证明了这一点。但好看的战机性能一定很不错，只有在保证性能之后才能追求颜值。 F14 最大的加分项就是变后掠翼，这玩意儿的作用很简单，让战机的机翼随着飞行速度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后掠角度，可以在不同的飞行状态下保持最佳的启动效率。听起来很简单，火力军上去都能手搓一个出来。但是在熊猫服役的时代，为了控制这一对机翼，美军费了很大的力气。没办法， F14 虽然也是4代机，但出现的太早了。像 F16 上的那些4代机典型技术，熊猫并没有使用，比如多功能雷达、电传操控。在没有电传操控的情况下，为了精准控制变后掠翼，美军在熊猫的机体内集成了大量的机械和液压系统。在机身中段，有大约 40% 的空间被液压管路和储液罐占据，仅液压油的总量就达到了120升。实际操作时，大多数的可变后掠翼飞机都配有中央大气数据计算机，会根据当前的飞行状况自动调节机翼的后掠角， F14 就是如此。当然也可以手动调节， F14 上的飞行员可以通过油门手柄上的按钮来设定后掠角，之后触发液压油流动，驱动翼根处的钛合金转轴完成角度切换。不过后掠角的调整不得低于中央大气数据计算机给出的最小值。即使没有电传操控， F14 的变后掠翼设计在当时也能称之为最强王者。
20世纪60年代，变后掠翼的设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二战的时候，德国就研究出来了，也就是梅塞施密特 P1101。只是原型机还没造完，德国就凉了。这架未完工的原型机也被美国当作战利品带了回去。之后，美国推出了贝尔 X5，算是为德国圆梦。等到通用动力的 F111服役，彻底拉开了变后掠翼战机时代的序幕。后续连续出现苏17、苏24、米格23、狂风、熊猫等战机，其中 F111、F14 属于变后掠翼的巅峰之作。至于那些苏制变后掠翼战机，说实在的，火力军的确是看不上，性能有些一言难尽。F111就不用多说了，无论是升阻比、升力系数还是飞行性能，都对得起变后掠翼结构带来的增重影响。其升阻比与升力系数分别为16和 3.3。苏24这边在使用可变后掠翼的情况下，升阻比只有 9.5， 还比不过 F4 鬼怪2的10，不愧是从垃圾桶捡来的气动外形。至于 F14，与开发和服役时间相差无几的米格23相比，完全就是降维打击。特别是在调整机翼后掠角度时，更是出现了代差。对于战机飞行员来说，在观察外界环境的同时，还要紧盯各个仪表盘或平视显示器，来手动调节机翼后掠角度，根本无法接受米格23与狂风就是如此。特别是米格23对飞行员极不友好，在调整机翼后掠角之前，还要进行多个步骤才能移开杆子。在紧张刺激的空战环境，还要操心后掠角的问题，还不如直接摆烂。而 F14 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我们上面已经聊过了， F14 可以自动调节机翼后掠角，配备了数字飞行控制计算机、中央大气数据计算机，后者可以接收战机多个传感器的探测数据，比如温度、气压等指标，并自动进行计算和分析，得出机翼最佳后掠角。之后计算机自动接管并调整机翼。同时代的苏联空军中，也就一个变后掠翼的苏24用上了大气数据计算机，战机则一直到米格29才有配备，所以米格23就别想这种自动控制了。英国的狂风也是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自动控制的变后掠翼。美国这边 F111其实就能搞，但这东西毕竟是一个攻击机，手动也能接受。除了自动控制的变后掠翼， F14 还有数字飞行控制计算机，加上机械增稳等措施，完全可以将其认为是数字电传加机械增稳的混合式飞控。在纯数字电传飞控的大黄蜂服役之前， F14 的飞控就代表美国4代机的最高水平，比晚服役11年的苏 27S 都要强。至于 F15 与 F16， 前者是机械稳增式飞控，后者虽然属于纯电传飞控，但早期用的还是模拟式计算机，直到1988年才服役使用数字式计算机的型号，也就是 Block 4042。变后掠翼也为 F14 提供了性能优势，在4代机里面，熊猫的飞行性能是最好的，兼具低速和高速性能，降落速度低于 F18， 最大速度高于 F15 以及 F22。当配置为2中2进时， F14 的最大速度达到了 1.87 马赫，而 F15 仅为 1.7 马赫，飞行控制能力比苏27这种不可控的眼镜蛇飞行强多了。相比之下，大黄蜂的气动真不怎么样，毕竟大黄蜂本来是想吃空军的饭，但是没打过 F16之后才去应聘舰载机的。于是为了追求航母起降性能，采用小后掠角梯形翼，但梯形阻力大，只能降低机翼面积，导致升力不足。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加速慢、航程短、格斗能力低。说到底 F14 唯一的问题就是发动机，早期被 TF30 拖累，但更换发动机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从性能来看，完全可以将熊猫看作多用途战机。如果当时的美国空军放弃军种之争，选择空军版熊猫，空军早就用上多用途战机了，后续也不会出现 F15E。没有舰载需求，空军版熊猫可以大幅度减重，在海空军通用的情况下，熊猫完全可以持续升级，不必像海军那样精打细算。只可惜苏联凉得太快了，海上威胁太弱，用大黄蜂就已经足够了，于是熊猫就没再进行升级。直到2006年 F14 正式退役。不过相信每一个猫粉都曾做过 F14 飞向太空的梦，就像超时空要塞那样。那如果美军没有退役 F14， 熊猫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一个老兵退役了，只是因为他的对手倒下了，可惜的是接替他的只是一个塑料虫。在1991年，美国销毁 F14D 生产线，就决定熊猫的退役。当时美国海军高层就表示，选择超级大黄蜂取代升级 F14，这是纯粹的政治决定，
国防部长的决定完全不合理。海军经过多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购买升级的 F14，在各方面都比较好。超级大黄蜂能做的比 F14 少得多，如果想要达到同等实战效能，成本反而会高出很多。这个观点在之后的实战已经验证了，详情可以参考阿富汗战争，2架次超级大黄蜂才能完成1架次 F14 所投放的弹药量，还需要多1架次的加油机配合。如果美国海军没有退役 F14， F35能否上舰都是两说。从1986年开始，美国海军就开始推动 NATF 计划，成果就是 AFX-653。不过在1991年，美国海军在评估 NATF 之后，认为研发进度很难保证，于是主动放弃了。其实在这个时期，苏联就已经开始有要粮的趋势了，国内经济糟糕，粮食短缺，在政治上，民主派与中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在这个时期，匈牙利、波兰脱离苏联控制，波罗的海3国逐渐走向独立。美国海军看着苏联半死不活的样子，也不想花太多钱升级空中优势。在当时的美国海军看来，通过改进 F14 就能在2015年之前满足海军的空中作战需求。而且从1987年开始，格鲁曼公司开始设计 F14 升级版，也就是 F14D Quick Strike、ST-21、AST-21 以及最终版的 ASF-14。第一阶段的 F14D Quick Strike 算是格鲁曼公司的一个小心机。如果一架性能很好的飞机看起来像旧飞机，再给它一个类似的名称，国会就会将该产品视为一款经过验证的飞机，打上低风险、低成本的标签，从而推进采购。该机的升级主要围绕在 APG-71 雷达，特别是对地模式，通过加装吊舱，使其具备发射更多防区武器的能力，比如鱼叉 AGM-88。不过在这个时期，美国海军正沉迷在 NATF 与 ATA， 没怎么管熊猫的升级。第二阶段就是 Super Tomcat 21，属于一款替代 NATF 的制空型号，增强熊猫的超音速飞行能力与缠斗能力，以及机动性能，并改善飞行员的前视视野。顺带新增了一个前视红外传感器，更换全新的发动机。虽然名字与熊猫完全不同，但是 ST-21 与 F14D Quick Strike 一样，都是熊猫的升级版。任何现有的 F14D 都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重新制造为 ST-21 标准。只是砍掉 NATF 项目之后，美国海军还有一个 ATA 项目，也就是 A12， 这个才是海军的1号项目。等到1991年 ATA 项目被一刀砍掉，格鲁曼公司又推出了 ST-21 的升级版，在名字前面加了一个 AST-21， 也就是升级攻击能力。为了填补 A12 的空缺， AST-21 拥有一系列的专属强化，比如核打击能力，发动机短舱下方可以挂载核武器，这个地方原本是挂载外部燃油箱的，不过如果增加内部燃油，就不需要再进行额外挂载了。为了满足重型对地挂载的需求， AST-21 加厚了机翼，虽然削弱了极速能力，但发动机也有所升级，这点小问题还不算什么。全新的数字飞控碳纤维材料也是必须，加上可拆卸的 TCS 和 IRST 组件，可以减轻空对地任务时的重量。如果需要执行防空任务，航母上的准备人员可以现场加装。AST-21 虽然是按照打击飞机设计的，但没有削减对空能力，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超级大黄蜂。在美国海军内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AST-21 的概念比超级大黄蜂更好。但经过 NATF、ATA 以及 AFX 的失败，以及苏联的解体，海军已经发现像之前那样追求更快更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冷战结束后，省钱才是国会老爷的唯一标准，于是超级大黄蜂成功上位。AST-21 没打过超级大黄蜂，格鲁曼公司也很不服。既然 F14D Quick Strike、ST-21 和 AST-21 这种保留 F14D 基本设计的型号行不通，那就全部推倒重来，搞一票大的。于是格鲁曼利用之前几个被砍项目的遗留技术，搞出一架全面碾压所有4代机的新飞机，也就是 ASF-14。很明显，这个时候的格鲁曼还没有搞明白美国海军为什么选择超级大黄蜂而不是 AST-21。格鲁曼要做的是推出一款比超级大黄蜂更省钱、性能却差不多的飞机。研究一架新飞机的结局肯定是暴毙。ASF-14 的开发成本比 ST-21 高出太多，加装一堆新技术之后，也不可能继续翻新旧机体。ASF-14 只能建造新的，成本无法控制，于是也没了下文。对于 F14 没能继续升级，火力军只能说很可惜。但是在冷战结束，国会大幅度削减国防预算的情况下，熊猫的退役几乎是必然。
舰载机的发展趋势就是高威胁突出专用，强调成本；低威胁时突出多用途，降低成本。空军这边也是如此。而超级大黄蜂的成功得益于时代背景和作战目标的改变。冷战结束后，缺乏大国竞争的国际环境以及美国军事力量压倒性的优势，使得美国海军不再需要考虑远程截击加攻击的任务，相对短程的多用途战机成为主流。而 F-14 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对抗苏联的图22系列，增强舰队防空能力，并构建航母编队外部巡逻圈。苏联解体之后，在当时那个时代，还有能威胁美国航母的力量吗？很遗憾，没有。熊猫这种变后掠翼战机已经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选择退役。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如果 F-14 熊猫没有退役，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